你赶紧先走，我去看看。好。你们可是大江帮和东兴帮的帮主？正是。你是何人？为何袭击我们？你的问题太多，你只需要明白一点：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的忌日。啊！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想置我们于死地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怪只怪你不该惹上对头。他们到底给了你多少钱？我加倍给你。你的话太多。阁下的剑法如此高明，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刺客组织的首领吧？你的轻功也很高明，如果我是刺客组织的首领，你就是楚留香了。哼，如果我就是楚留香呢？阁下到底是谁？你的问题还真多啊！今天我不杀你，不过以后就难说了。楚留香，你好自为之吧。我要吃面，3碗面，3大碗。客官，你要吃什么面？白菜面、肉丝面还是蹄花面呢？我不吃白菜肉丝，也不要蹄花。我要1碗金花，1碗银花，1碗珠花。我不是来吃面的，我是来找麻烦的。你有本事吃得下去？我试试。你确定你要试试？我确定，我要试试看。好剑法，请坐，吃面。你要知道，能吃下这种面的人实在是不多。可是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也要吃3碗面，1碗金花，1碗银花，还有1碗珠花。你有没有本事能吃得下？哼，试试就知道了。
你是不是铁剑方正的门下？正是。那么你过来，我为什么要过去？因为我要杀了你。现在你不能杀他，他是我请来的人，而且还是有用的人。等事情办完了，随便你怎么对付他都行，反正他跑不了，我也跑不了。我要吃面，3碗面，3大碗。这是我跟别人约好的，只不过是为了确定他们真的是我要约的那些人。可是你不同，你就是烧成灰，我也不会认错的。你何必跟我说这些蠢话？老板，你这里有什么就给我来一点吧。豆腐干要多切一点，然后再给我来2壶酒，什么酒都可以的。面呢？你吃什么面？来几碗？哼，半碗都不要，我只想喝酒，不想吃面。你确定不是来吃面的？我们这儿倒没有准备什么好酒，啊，豆腐干倒是卤得不错。客官请先坐，好酒好菜马上送上来。你说天地这么大，人却这么小，我们居然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算不算很有缘分？我请你喝杯酒，好吗？不好，我不喝酒。哎，那好吧。虽然一个人喝酒是很无趣的，但总比没有酒喝来得好。好，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呐。不好意思啦，今天不能陪你喝酒了。哎，我今天要吃面，吃3碗面，3大碗面。你怎么看不出来，这里的人不吃面的？你怎么连这点眼光也没有啊？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嫌我焦龄老了，吃不了你这3大碗面呢？今天吃不吃面无所谓，我就要让你看看我还有没有这个本领。看来你是酒瘾犯。
这里的卤豆腐虽然不错，不过酒就太酸了。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喝2杯吧。请。不能动，谁都不能动，谁动谁就死。这次我不能听你的，绝不能留下焦林的活口。这件事情关系重大，焦林已经知道一点了。虽然干他们这一行的人都很稳，那我们也不能冒这个险。就因为我们不能冒险，所以我们不能动。只要一动，我们这件事情必败。难道你怕焦林？焦林已经不行了。我怕的不是焦林，10个焦林都比不上那个人的1个手指头。难道是那个人？难道你怕那个打扮得像花花公子一样的酒鬼？一点不错，就是那个人。本来我也想把他给做了，幸好我及时地认出了他是谁，否则我们现在恐怕已经完了。那你是不是忘了我是谁？我知道你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也知道你在巴山拜过一次之后，4年来连战7大剑派中的13高手连战皆捷。上个月你居然在一招间将点苍卓飞刺杀于剑下。在我一招之内死的，并不只是卓飞一个人。一招夺命是何等恶毒凌厉的剑法呀！可是你在一招间绝对刺杀不了那个人，天底下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一招间杀了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100、1000、10000招间杀了他，因为我记得他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败过。他究竟是谁？楚留香。香帅，请。这是什么地方啊？哈，这里是一个可以让你住3个月的地方。如果你想住得久一点的话，也可以。我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人，不管到哪里住的话，也不会超出3个月。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住3个月呢？因为我相信大概没有人会想得到你会住在这里。而且也不会有人来这里打扰你。在3个月过去之后，事过境迁，我想那些人也就不会再找你。一个人只有1条命，没有命的人喝不了酒的。好。我仅仅是个日暮途穷的江湖之人呐。
你看看啊，手已经不稳了。志气也在消磨。今天如果不是碰到你啊，我真的恐怕要倒在那个人的剑下。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呀？哼，不为什么。我通常做事情都没有什么道理跟理由可言。哦，那你知道今天做面的一男一女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两个为什么要今夜把我们叫到他那儿去呢？哼，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到路上随便去找80个人来，把他们的麻烦全部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我的1半多。可是你已经惹上一个麻烦喽。哦，你看到今天面摊上吃面的那个人了吧？杀人之快，要价之高，那可是江湖上没几个人可以比的，也没有几个人可以付得起他这样的价钱。你应该想得到吧？他们几个正要做一件非常机密的大事情。我多少总是能想到一点点。你想到一点点，他们就不会放过你。像他们这种人，多杀一个，他们是毫不在乎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只不过这些人看到我，总是会客气一点，因为他们多多少少会给我一点面子。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人之中有一个人是认得我的。哦，哎呦，现在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放过我呀！长长黑竹竿，剑下不留活口，连他都没有动我。来，喝。我今天才知道，他们怕的是谁呀？我焦离虽然落魄于此，但是我今天能够有幸认识你，啊！来，喝。我是真想得到那个差事啊！我知道他们给钱不会少，至少吧，可以让我过上1、2年舒服的日子。他们要杀谁，这我也知道，那个人该死。虽然我焦林的手带着血腥，但是我不会拿一文不义之财。我这次呢，想得到这个差事，就是不想让自己饿死啊！今天我能够认识名满天下的楚香帅，我死而无憾呐！谢谢。你不会死的。一个不该死的人，想死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怎么样都死不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死了，但是他总是死来死去，都死不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了。哦，直到最近，又突然有了他的消息。什么消息啊？他要我去找他，去一棵树上找他。一棵树上？那种有树叶有树枝的树？正是那种树。
他一直在树上，你的朋友等你去找他。我想他在那棵树上已经等了很久了吧，最少大概也有10-20天的时间了吧。哦，他就一直在树上等你。大概一直都是。哎呀，我不懂，我真的不懂啊。有的时候我也想到树上去坐一坐，打一壶酒，摘几个果子。可是要等朋友，总不会在那棵树上坐那么久吧？前辈，哎，不敢。如果你在那棵树上下不来呢？哦，这么说，你的朋友遇到了危险，他在树上等你去救他，你们一定是老朋友了。这棵树一定是你们经常见面的地方，而且你们也已经约好了，紧急时呼救的讯号，即使你不在场，你的朋友们看见了也会想办法转告你。楚香帅真是交友满天下呀，朋友太多了。哎，这个屋子的主人也许就是你的朋友啊，要不然他怎么会收容我呢？啊？你讲的话比我告诉你的还要清楚的很多。看来我只能跟你说2个字了。啊，哪2个字？再见。你走我也走。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叫胡铁花，我也知道你为了他可以把什么事情都放到一边。我也要找一个人，这个人跟我的关系远比你跟胡铁花要深得多。这个人是谁呀？我女儿，我亲生的女儿。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要找到她。你不知道你亲生的女儿，她究竟现在在何处？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有个女儿。我不应该去找她吗？你可以不去。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救了你，我真的不希望你再因为这件事情而丢掉了性命。更何况你女儿现在身在何处，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如何去找她呢？我有办法。那你可以将你的办法告诉我，让我去找她，这样子你就可以自己不用去了。如果连我都找不到的话，我想你也一定找不到她。好极了，请看，心形的弯月。他的母亲生完他以后就跟我分开了，我的女儿在他的手臂上有一处跟这手帕一样的心形胎记。可惜呀，他们离开我以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那都是18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相信他们没有死，再难我也得要活下去。可是我也知道，这样寻找一个人太不容易了。幸好我知道楚留香这辈子没有办不成的事，我放心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到天上去摘一轮这样的月亮来给你呢？可是现在最让我担心的，并不是远在天边的这一弯新月，而是附近深山中一棵大树上的一个狗窝，
和一个躲在狗窝里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才可以弄点酒来喝啊！就算酒里有迷药，我也照样会喝下去。上次呢，是我们用迷药把你逮回来的，你落在我们手里，心里一定不舒服吧？在你那个狗窝里，那个又奸又鬼的楚留香趁我们不注意，占了我们一点便宜。你心里一定认为我们全是好欺负的人，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要凭真功夫跟你动手了，要你输得口服心服。我们只问你，如果这一次你真的败了，你准备怎么办呀？如果你们一定要凭真功夫跟我动手的话，我也只好奉陪了。如果我输了的话，随便你们要怎么样，我都二话不说。好，谁都知道你胡铁花是江湖中1等1的高手，你自己所创的蝴蝶穿花72式，更是江湖中难得见到的绝技。好，就让你见识一下。谁笑到最后？喂，老臭虫，不要来得太快啊！等我玩够了再说。如果你觉得这是件好玩的事儿，那么我保证，你马上就会觉得不好玩了。臭虫，你快出来吧，我不玩了。你就认命吧，这一次，就算是忽然变成老头子的楚留香也不会再来了。什么老头子？哪个老头子？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好亲眼看见他走进崔大娘的店里去，也正好亲眼看见那个老头子走出来，跟你坐在一起吃包子。难道你还以为我们看不出来那个老头子就是楚留香吗？难道你以为我们是猪啊？哼，你们怎么知道那老头子不会来啊？因为我们早就准备好几个人去对付他了。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死的话，那么他真是够幸运的。你们怎么知道死的那个一定是楚留香？不是楚留香又怎么样？这杀错个把人，不是很平常的吗？哼，杀错了又能怎么样？呵呵，哎呀，那实在太平常，就算杀错70、80个人也没什么关系。只不过以后你们想起这种事的时候，晚上也许会睡不着觉，那些冤鬼会来找你们。你放心，我们晚上睡得都很好。哼，就算你们睡着了，说不定晚上也会梦见那些冤鬼来索命的。鬼才相信你呢！哼，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是不要不相信有鬼。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骗小姑娘呢？楚留香，酒鬼，快抓住一个，抓住一个就好了。
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像油鸡一样啊？为什么要把自己全身上下都抹上一层油啊？如果我将来娶老婆，只要她身上有一点油，我就用大板子打她屁股。哼，的确有个人该打，唯一应该被打的那个人啊，就是你。哎，对，我是应该挨打，我连一个都没抓住。可是你呢？你是干什么的？你又不是没手，你自己为什么不抓？哎呀，我说你啊，为什么就不能用点脑筋想想啊？像我这么有身份的人，怎么可能去抓女人的腿呢？啊？哎，有件事啊，你真的不应该啊。什么事啊？刚才你骗他们跟你说话的时候，明明就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把他们制住，至少也可以制住其中2个。他们的招式有那么多破绽，你却像瞎子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我怎么会看不见呢？只不过呢，我虽然不像你这么有身份，但是我还是有一点身份吧。我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往一个大姑娘的那个地方出手啊？嘿嘿，你呀，你。哎，你怎么知道我那时候有机会出手呢？难道那个时候你已经来了？如果我没有来，我怎么会看见啊？如果我没有看见，我怎么会知道啊？好极了哈！原来你早就来了，你早就躲在一边偷偷的看着。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好朋友啊，很有可能被人一刀把脖子给割断了哈？你却不出手，你惭不惭愧？哦。你说的的确有道理，惭愧啊惭愧，真的是非常惭愧。但是我一想到换做你是我的话，恐怕现在还在看，还没有出来。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连一点惭愧的意思都没有了。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啊？难道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这4个小姑娘是什么来历？是谁指使她们来的？看他们的身手和机智，一定从小就受到过极严格的专门训练他们来做这一类的事。能够把这些15、16岁的小姑娘训练得如此出色的人，当然也是个极厉害的角色。在他们的幕后，无疑还有个实力极庞大的组织在支持他们、指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找上了一个人，是绝不会就此罢手的。你知不知道，你赚的是卖命的钱？我知道，就因为我知道，更要把钱花得快一些。我要你10万两，因为我值10万两。如果我不行，别人更不行。我劝你绝对不要再找人自杀式帮助。你为什么要劝我？因为你不管找谁都是没有用的。天下没有任何人能碰得了他一根毫发。
我亲眼看见这次跟我去的兄弟全都惨死，我不想再看到我的同行死在他的手里。哎，一个像黑竹竿这样的硬汉，本来是绝不会说出这种话来。我能够了解他现在的心情，但是现在黑竹竿的血已经流得太多了，而且他看见别人流的血也太多，他这一生就好像是无数个噩梦串起来的，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的悲哀呀！原来他不是缩头乌龟啊，在外面看着我喝酒，自己却没有酒喝，这种事他怎么受得了？不赶快去找点酒喝怎么行啊？老臭臭，只可惜今天我不能陪你喝了，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陪你。客官慢用。这个东营的忍者为什么会到江南来？他们的任务通常只会有3种：偷窃、刺探和谋杀。这一次他的任务是什么呢？既然花姑妈在此，对付几个刺客应该问题不大。一会儿再回来看他吧。看来这个忍者已经把这个院子前后左右四面都查看了一遍，而且看得非常仔细。他究竟想去哪儿呢？我是不是很好看啊？你看够了没有啊？我当然没有看够，我还想再看，看得更清楚一点。那你为什么不进来看呢？外面那么冷，别着凉了。他怎么会在这里？你故意不把门拴好，就是让我进来看你？像你这样的美男子，也不是时常能遇到的，是不是？你认识我？我没有见过你，不过你这身夜行衣，江湖上也只有一个人敢穿，也只有他一个人配穿。哦。因为这个人虽然骄傲，
可他的确很有本事，他的轻功可是非常了得。这一身夜行衣穿在他的身上，那就好像箭靶子一样，唯恐别人看不见他。是不是啊，银剑公子？你觉得我是银剑薛川新？如果你要不是的话，你也就看不见这么好看的我了，因为你早已经死过7、80次了。哼，你用这种态度对付别人，也许是一种很有效的战略，但是用来对付他，那可就很危险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英子。你见过樱花吗？在我们的家乡，春天到了，杜鹃还没有谢的时候，樱花就已经开了，开得满山遍野的，人就躺在樱花下面，把所有的烦恼也就忘却了。哎，真是可惜呀，那人他不是老胡啊。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打我？你为什么趁人家洗澡的时候，把它装在箱子里面偷走？我本以为，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跟我抢生意？你是为了他来找我，我到底哪点不如他？有那么一点。哪一点？他刚洗过澡，比你干净。哦，原来薛川新是为了另外一个女人来找他的。这位英子姑娘为什么要不远千里从扶桑赶到岭南，来偷一个洗澡的大姑娘呢？有趣。你说的没错，他是比我干净，可是天知道现在的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干净？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再敢碰我一下的话，你找到的肯定是世界上最脏的一个女人。如果你要是杀了我的话，那我敢保证，你找到的肯定是世界上最脏的那个死女人。哼，这回就对了。对薛川新这种男人，你一定要先抓住他的弱点，把他压倒。两个死女人，无论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我只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干干净净、平平安安地活到80岁。那也就是说，你希望我带你去找他？是。然后呢？然后，我就会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男人。走吧。他这么做，只不过是要把薛川新给骗出来。看来那口箱子一定就在这个房间里。弟兄们，今天这趟镖辛苦大家了啊！
我敬大家！来，干！哎，当家的，来。哈哈，香帅，是你啊？你怎么来了？香帅，这箱子这么重，什么东西啊？哈，这个你就别管了。如果箱子里面的人醒来，麻烦你将这个手帕交给他，跟他说你是焦林的朋友，焦林是他的亲生父亲。叫他一定在这里等着，等我回来。好，我一定叫他等你回来，我们就守着这口箱子等你回来。不过你要早点回来啊，我的兄弟们可都想陪你喝杯酒呢。对呀，陪你喝杯酒。是啊。我还是去看看那个老酒鬼吧。呵呵，这胡大侠可真够有名气的，今天晚上的客栈还真够热闹的。原来他并不是个缩头乌龟啊，在外面看着我喝酒，自己却没有酒喝，这种事他怎么受得了？不赶快去找点酒喝怎么行啊？老臭臭，只可惜今天我不能陪你喝了，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陪你。你为什么要叫黑竹竿他们去刺杀史天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谁派你去的？因为我不想让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难道你也不赞成这门婚事？请我护送遇见公主的那位花总管，他明明跟我讲，他是你二哥，他请我来接新娘子，但你为什么要派人去杀那个新郎官呢？因为如果新郎官突然死了，那这门亲事也就告吹了，那可真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了。你二哥是御剑山庄的总管，那么你呢？你是不是杜先生门下的？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那你究竟是谁的人？这句话你不应该问的，你应该知道我是谁的人呢。我是你的人，我一直都是你的人呢。哎呀，老臭臭啊，快来救命啊！花姑妈喝了几杯酒之后，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我的妈呀，你是不是喝多了？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本来就不是君子，我是你妈。你是不是我的乖宝宝啊？他不是。哎呀，这老臭臭总算还有点天良，来救我了。可是声音不太像啊。哎呀，随便了，反正他的声音本来随时都会改变的。哎呀，我实在想不通啊，老臭臭为什么每次都要把自己扮成这种讨人厌的样子？你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你反倒来了。你这辈子能不能替别人做件好事啊？我现在就是做好事，我相信这里面一定会有人感激我的。不对，你绝对不是楚留香。谁说他是楚留香了？他本来就不是。他要是楚留香，那我就是杨贵妃了。那他是谁啊？我姓薛，阁下虽然不认识我，但我早已久仰胡大侠的大名了。你认得我？胡大侠光明磊落，豪气如云，江湖中谁不认识？胡大侠的酒量之好也是天下闻名的，所以
我特地赶来陪胡大侠喝2杯。那你平常饮酒时都带着这么大口箱子吗？里面装的是什么？是一些吃的呢，还是喝的？那就要看看你喜不喜欢吃人了。你是说里面装的是个人呢？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东西，能把这么一个人装下去。我想起来了，我这的厨房呢有口特大号的锅，我们正好把这个人呢炖来吃，下点酒，你说好不好？哼，如果你知道这个箱子里装的人是谁，你就不会这么说了。里面装的哪个？难道是我认得的人？你们不但认识，而且很熟，不但很熟，而且还是好朋友。我的朋友很多，你说哪位啊？你最好的朋友是谁？那当然是楚留香了。那我说的那个人，就是楚留香。你是不是说，这箱子里的人就是楚留香啊？你是不是说楚留香已经被你关在这个箱子里面了？我本来是要杀了他的，但是我有点不忍，把他放了，我又不甘心，所以我才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去。如果这里有人想用它下酒，没关系，无论是清炖还是红烧，我都赞成。有趣有趣，你这个人真的是有趣我实在是想不到，这世上还有人吹牛的本事比我大。吹牛吹得让人相信，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哼，可惜你吹牛的功夫是不是有点过了？就凭你能把楚留香装在这个箱子里面，你讲出去没人信。我知道，这件事情说出去，谁都不会相信。你明知道楚留香是我好朋友，怎么能开他的玩笑？你这个玩笑，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你说的对，这个玩笑确实不好玩。好了，两个人不要再开玩笑了。哎，坐下来陪我喝酒。谁要是不喝，我就把他关到箱子里边去。看来我们3个人最多只能喝3杯酒了。喝完了这3杯，我们就各奔前程，找地方睡觉去吧。哎，难得清醒一天，也蛮不错的。错了，简直是大错特错！喝到兴头的时候，酒却没有了，这简直比杀头还惨呢。我也知道这种滋味不好受，可是现在什么时候？这什么地方能找到酒啊？当然有地方了。什么地方？谁能找到？胡铁花。你要是能找到酒来，你就是我最孝顺的乖儿子了。哎，我的妈呀！乖儿子我就不敢当了，可是酒啊还是要喝的。等我。这箱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你觉得我刚才开的玩笑好不好玩？不好玩。我也觉得不好玩。胡铁花跟我们一样，可是有一个人一定觉得这个玩笑更不好玩。这个人是谁？楚留香。觉得这个玩笑最不好玩的人就是楚留香。为什么？因为装在箱子里的就是他。你真的把楚留香装到箱子里了？大概是真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了一些他不该知道的事情，而且他好像和焦林有点关系。这件事情，他究竟知道多少？我不知道，可我不想冒险，我不想让这件事情毁在他的手里。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准备把他带回去，关起来，等到事情结束之后再说。你能关得住他？你能保证他就逃不掉？连苍蝇都飞不出去的地方，他都能飞出去。只要他活着，谁有把握能保证他不逃出去？那你的意思呢？要想不让他逃出去，只有一个办法，只有死人才逃不出去呀。你让我杀了他？一不做二不休，你反正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不做得更彻底一些呢？天下最毒妇人心，这句话一点儿也没错。只可惜，我是不会这么做的。你做不到？难道你是好人？哼，我不是好人，但是我保证你做不出，因为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如果我一定要做呢，你能把我怎么样？不能把你怎么样，我能把你怎么样呢？我最多也不过是把你双手砍下来，只要你敢动一动那口箱子，我就把你这双白白嫩嫩的小手轻轻地砍下来，装在一个漂亮的匣子里，带回去做纪念。你放心，我不会动这口箱子的。那我怎么知道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被你弄得晕头转向的小姑娘呢？这句话你才说对了。如果这箱子里什么人都没有，或者是一堆破砖头，连1文钱都不值；如果这个箱子里真的有个楚留香，该怎么办？你究竟想不想知道这个箱子里装的什么？想。好，你出个价钱，把这口箱子买下来。不管这个箱子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那你要我出多少？10万两。我现在知道你身上至少有10万两。10万两？你让我出10万两去买这口破箱子？如果这个箱子里真的有楚留香，这10万两也不算贵啊。那如果箱子里是堆破砖头呢？我怎么回去跟杜先生交账啊？那是你的家事了，我可就管不着了。好，我买了，我出10万两。我出11万两。哎，这个东洋女人从哪儿来的？东洋女人，当然是从东洋来的。她算什么东西？她不算什么东西，她只能算个女人，跟你一样的女人，只不过人家出手大方一点。她真比我多出了1万两银子，你就把这个箱子卖给她了。1万两银子也是钱呐，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有时候甚至可以买好多女人，有时候甚至还可以买好多男人。你为什么花11万两银子买这口箱子？薛公子啊，我可不可以讲句老实话？不知道那位老太太听了会不会生气啊？她不会生气的，老太太怎么能给小孩子生气呢？那么就请薛公子告诉她，我愿意花11万两买这口箱子，有3点原因。哦，哪3点？第一，因为我有钱。第二，因为我高兴啊。第三，因为他管不着。
我现在相信，楚留香可能真的就在那口箱子里面，所以要买这口箱子的人就得赌一赌自己的运气了。谁出的价钱高，谁的赌注就大，到时候就看运气了。你是不是也想赌？哎，碰巧我不但是个酒鬼，我还是个赌鬼啊！好，现在有人出11万两，你出多少？我当然多出一点了，我出20万两。20万两？你身上有20万两银子？没有啊，不过我也有2坛好酒。现在这个时候，一坛酒最起码要值10万两。如果到了那个鸡不飞狗不跳，连兔子都不撒尿的大沙漠里面，你就算花100万两也买不到啊。有理。儿子，要是有人不答应，我替你出这20万两。谢谢娘。现在既然已经这么晚了，一坛酒被估价10万两也是应该的。薛公子，我们就算他20万两，好不好？好，你说好就好。如果我现在就可以拿出银子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再多加一点呢？当然可以，我绝对不会反对。我出30万，好不好？好，太好了，好极了。不行。要买我楚留香，30万两怎么够呢？恐怕连300万两也还不够吧。哎，我想想，我出3000万两。楚留香已经中了从我嘴里吐出来的迷香，还被我亲手点中了3处穴道，在3天之内应该是动也动不了的呀。哎，老叔叔，有酒啊！哎，哇，我还以为你已经半死不活了。嗨，想不到你喝起酒来还像吃狗屎一样，你这一下子就喝掉我好几万两啊！我看着心疼啊！不喝白不喝。10万两银子一坛酒，毕竟不是常常能喝得到的。啊，好，好，好，那么你就喝吧，让你喝死算了。有件事我不明白，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让人把你装进箱子里干嘛？哎，那是因为我还有几件事情不太明白，我要想办法弄清楚才行。哦。而且我想要知道的事情，这位薛公子，他是一定不肯告诉我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进到箱子里面之后，这个在箱子里面的人，常常会听到一些别人不想告诉他的事情。真的是你，你果然来了。这次总算没有猜错。你早已想到了是我。一出门，我就想到这箱子肯定在房间里。等我转回去的时候，箱子已经不见了。除了香帅之外，谁还有这么快的身手？还好，我也知道香帅跟长胜镖局的关系一直不错，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否则今晚就要跟香帅失之交臂了。以后你再遇到这一类的事情，能不能偶尔将我忘记1、2次？好，以后我一定尽力这样做。只可惜啊，有些人常常记在心里，想要忘记都不行。尤其是长胜镖局这些朋友，恐怕夜夜都要把你牢记在心里。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不是你把这一口箱子带过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个个都在开怀畅饮，怎么会遭到别人的毒手？是别人下的毒手，而不是你。我来的时候，该醉的醉了，该死的死了，出手的这个人手脚还挺快。要不是我知道楚香帅从来不杀人，恐怕连我都会觉得这是你的杰作了。想不想看看箱子里是什么人？箱子里的人怎么了？没怎么，只是平白无故把一条命给搭进去了。香多管闲事，何玉林死不瞑目。那焦林的女儿在哪？喜欢管闲事并不是坏事，只是有时候闲事管多了，反而会伤人伤己。我想这件闲事，你也该管不下去了，因为你跟我一样。也不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如果你喜欢这口箱子，你就拿去，箱子里的人也归你。我们后会有期。我今天不想陪你喝酒，也不想跟你打架，干嘛拦着我？我只想知道，本来在箱子里的那位姑娘。是英子从什么地方劫来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要争夺她呢？甚至于远在扶桑的忍者都想要她这个人。这些事情你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你干嘛来管这些闲事？因为我只不过恰巧认出了她是我一个朋友失散多年的女儿。你问我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要先告诉我一件事：你的朋友是谁？哼，他只不过是一个落魄潦倒的江湖人士而已。就算我说出他是谁，你也不会知道的。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焦林？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焦林？你也认得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死？因为我想让你死。要想别人死，就要自己先死。可是你还有机会，为什么不再尝试一下呢？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败了，又何必再试？我一生纵横江湖，享受人间艳福，活也活够了，何必要厚着脸皮为自己证明？可是如果我不让你死呢？哼，楚留香，我知道你行，你有本事。可是，你真的以为你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办到吗？那你就错了，因为这次你就不行。我不是你的朋友，如果我比你强，刚才就杀了你了。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你一定要阻止我。不是我让你这么做的，你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不欠你。哎，你听到些什么？那些你本来不明白的事，现在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哼，最少明白了好几成啊！至少我明白这位薛公子和花姑妈是杜先生的人。他们两个正在为杜先生筹划一件大事情，而这件事情的关键人物就是焦林的女儿。就因为我见过她，而且熟悉她的来历，所以薛公子才会想要对付我的。就是为了想要知道这些事，所以你才故意被我迷倒。如果我不把你装进箱子里，当时就一刀把你杀了，你死的岂不冤枉？哼，我知道你不会杀我的，你还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唉，就算你要杀我，你也杀不死我呀！你用迷香来对付我，就等于用小牛腰肉去打一只狗一样，不但没有效果，而且简直就是浪费。你不怕别人点到你的死穴？难道你根本就没有学到？哼，我怎么会没有学到呢？我当然有学到，而且我的学到跟别人一样，只不过有时我常常会把穴道中的气血流动的位置给偶尔移动一下而已。哼，遇到你这样的人，算是我上辈子缺了德，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好事。这样，你帮我一个忙。我帮你什么忙呢？我败了，这是我第一次败给一个男人。既然我已经败在你手里，随便你要怎么样都没关系。
果然来了，进来吧。史天王要的是一位公主，不是一个骆驼刺客的女儿。我要嫁给史天王，不但是我母亲的意思，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无论是谁要来破坏这件事，时时刻刻都会有人去要她的命。我要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一点。你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明白了？是的。那么你就赶快走吧，永远不要再来见我，我也永远不要再见到你。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能把你弄醒还真不容易啊！喂，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明明睡在床上，你把我带到天上飞什么飞？哼！你是个乌龟还是王八？还是乌龟王八蛋？你还想飞是吗？好。不用了，不用了。喂，你究竟想干什么？哎，其实我也没想要干什么，我只不过是想有个人陪我散散步而已。散步？嗯。你这个散步法，我这条老命非被你散掉不可。喂，不如这样，散步就免了。我想我们两个干脆呢，坐下聊聊天，行不行啊？好啊。休息一下吧。哎呀，哎呀，哎。你要睡觉，还是要聊聊天啊？要不然，我再陪你散散步，好不好？喂，哪个要睡觉啊？乌龟王八蛋才要睡觉呢。喂，聊点什么呀？要不聊聊杜先生好不好？你有没有见到他还有焦林的女儿啊？哎，都见到了。喂，那位焦姑娘长得是不是很美啊？不但美，而且很聪明。我想，就连焦林也没有想到她会有这样一个女儿。那然后呢？然后，然后我就走了。不是吧？喂，为什么急着走呢？你脑子有病啊你！哼，不是我想要走，是他要我走的。他要你走你就走，你几时变得这么听话了？哼，就在我意识到我应该明白这件事的时候。明白什么？应该明白的我都明白了，就连不应该明白的我也明白了。近年来，东南沿海一带常受海盗、倭寇侵袭骚扰。如果动用大军来压制，军饷、粮草都有问题。
而且难免会扰民。更何况那些流窜的不一定是盗贼，也未必是正规军旅所能应付得来的。所以朝廷就找了这位特使，利用他是江湖人的身份联络四方豪杰，来对付这些流寇。这个人身份必须隐秘，但是为了方便和官府的来往，他又必须让人知道他是个很尊贵的人。所以朝廷在这种情况之下，只好假借一个理由，赐他一种恩典，将他的女儿册封为公主。虽然名义上是公主，却足以让别人对她另眼相看了。这么说来，你已经知道这个人是杜先生了？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你知道杜先生是什么人吗？什么人？杜先生就是焦林以前的妻子，玉见公主就是焦林的女儿。哦，杜先生实在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虽然我不明白焦林离开她之后，她怎么会跟大内皇族有了关系，可是朝廷能够重用她，想必是有理由的。沿海的流寇渐渐被她压制，渐渐不能生存。这时候东南海上出现了一个远比昔年紫荆帮的海阔天更有霸才的枭雄。于是这些已无法独立生存的小股流寇，就只有投靠到他的旗下生存。宝剑有双锋，有其利必有其弊。杜先生虽然肃清了岸上的游民流寇，却造成了始天王海上的霸业。现在始天王并不是杜先生所能应付得了了，所以为了安抚他，杜先生只有将自己的女儿玉见公主作为休兵的条件，稳住她。这当然也是逼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罢了。哎，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所以我才肯做这件事情。可是有些人却不明白，不但那些热血沸腾的江湖豪杰会挺身而出，就连始天王他的手下都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早就想杀到岸上来大捞一笔了。如果始天王真的娶了玉见公主，他们不就没机会了吗？更何况东洋的那些倭寇们早就想让始天王与杜先生打上一架，等到双方两败俱伤，他们就可以收到渔翁之利。他们当然不会让这门亲事成功了。也就是说，你早就知道那个东洋姑娘是他们派来的人。之前我一直搞不懂，这么一讲，我终于明白了。杜先生想要将我置之死地，也只不过是怕我泄露了玉见公主身世的秘密，破坏了这门亲事。玉见公主为了顾全大局，不惜牺牲她自己。所以她要你走，你就只有走。哎，是啊，她要我走，我只有走；她不要我走，我也会走。你是不是不想再管这件事了，也不想管她了？你要我怎么管？难道要我代替玉见公主嫁给始天王？你这个人越来越不好玩了。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以前你不管遇到多困难的事情，你都不会退缩；遇到多强的对手，你都会去拼一拼。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像个缩头乌龟一样。哼！幸好你还是没变，一定还是会去做好你答应了别人的事情。我当然会去做啊，你不用管我。要走你快点走。临走之前，你可不可以再陪我喝一次酒啊？我知道附近有几坛好酒啊。走。哎呀，你有完没完啊？啊？喂，好了没有？
还没有。哎呀，你想说什么？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江湖中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人人都觉得我对你好极了。你遇到问题，我总会为你解决。说不定连你自己都会这么想。不过只有我心里面最明白，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知道，你处处都在让着我。有酒有菜，有好看女人的时候，你从来都不跟我争。我们一起去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成名露脸的总是我，而你拼完命之后就溜走了，溜到一家没人知道的小酒馆里，随随便便找一个女人，还要强迫自己说你很爱她，爱她爱得无法自拔。你这么做，只不过想要让别人知道我是楚留香。胡铁花怎么比得上楚留香呢？所以，风头当然应该让给我楚留香去出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错了。你不但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你要知道，你胡铁花没有任何一点比不上我楚留香的。就算没有楚留香，你一样能解决问题，一样能活下去，甚至于活得比以前更好。老胡，如果你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的话，你就不是人，你是一个蠢到家的大笨蛋。放你的屁！你讲的通通都是屁话，野狗放的屁都比你香100倍。现在我也要告诉你，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认为我不明白的话，你也大错特错。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明白个鬼呀！我怎么不明白？你就想瞒着我，自己一个人去找史天王拼老命，是不是？你承不承认？要是你不承认的话，都是人。你不是人，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否则你怎么每次都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了解你，我简直比你老子还清楚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明不明白？好，你去拼你的命，我去拼我的。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我们的命，绝对不容易。没错，你拼掉你的命，还有我的；我拼掉我的命，还有你的，谁都拼不完呢。谁都不行。眼前的对手是纵横七海、不可一世的史天王，是个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击败过的人。
阁下是？我是东瀛第2高手，春雷之人。你就是人称中原第1高手的楚留香吗？但是据我所知，你最厉害的本领不过是逃跑术。那个叫做轻功。哼，轻功？什么轻功？那么你听过井底之蛙的故事没有？故事没听过。青蛙呢，倒见过不少。哎呀，果然是井底之蛙。请站住！你已经激起我春雷之人的怒火了。今天就接受我的挑战吧！东瀛居合术。阁下的逃跑术果然不错，眼光也不差。我修炼的正是东瀛居合术。但是东瀛居合术发源于拔刀术，攻击与拔刀互为一体。你第1下伤不了我，你第2下想要伤我，可就难了。那就再试试看吧！你就是楚留香。哦，井底之蛙。什么井底之蛙？你杀了我弟弟。你弟弟？他叫春雷之人。我并没有杀他。哼，你没有杀他，他却因你而死，这与杀他有何异？在这种漆黑的环境下，最合我称霸东瀛的一击必杀聚合斩。只要我不动，楚留香一出招，就让他必死无疑。看来他也在等。东瀛忍者果然能忍，难怪叫忍者。这么久都不动，真是匪夷所思啊。